这个书生到底有多好色，不专心考取功名，整日幻想着和女鬼 OXX。这天，老仆带着书生进京赶考，途径一处乱葬岗时迷了路。书生非但不怕，还觉得这是桃花将至的预兆。这时，老仆提醒道：“少爷，那边好像有一栋像坟墓的房子。哦，真是房子啊，偏无绝人之路啊！哎，快去投诉吧。”两人来到门前，书生大胆猜测这是一栋鬼宅，并说《聊斋》里面的鬼都是很尊重书生。鬼住的房子晚上当然不像坟墓了，要是像坟墓的话，哪有书生敢进去投诉呢？现在我去敲门，出来的一定是个脸色苍白的老头子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也是《聊斋》书上说的。话音刚落，一位脸色苍白的老头直接拽住两人，吓得书生站在原地不敢动弹。你们两个人三更半夜的在我们门口干什么？小生上京赶考，深夜迷路，未知能否借住一宿？我进去问问我的主人。等老头进去后，书生再次推测房子主人一定是位夫人，并且会让他们进去暂住一宿。没过多久，两人进到房子内，里面正如书生猜测的一样，家中有位老夫人，而且还有位漂亮的女儿。书生看着小姐口水直流3000尺，直到老仆提醒书生，他这才回过神来。小生是本科同事，上京应考，不幸迷路，请老夫人允许在此暂住一宿。我们是诗礼传家，一向尊重书香子弟，如不嫌寒舍简陋，就请在厢房暂住一宿。谢老夫人。随后两人来到厢房，书生被迫悬梁苦读。去呢是不是？做好一切后，老仆便打起哈欠准备睡觉，而书生则听到了隔壁丫鬟在替小姐洗澡的声音，于是他偷偷解开绳子，拴上一只胖臭的夜壶，便准备去看小姐卸妆后的真容。龅牙书生竟敢偷看女鬼，他蹑手蹑脚地爬上房梁，正准备目睹女鬼卸妆时，不料被老夫人发现，书生连同老仆统统被丢进猪圈。你就跟这头老母猪好好玩玩吧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好汉子不吃眼前亏。叫你不要到这鬼屋来投诉，你不听我的话，现在闯了大祸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天一亮，他们把我们送到衙门去，我们又要吃苦头了。书生此刻并未感觉到害怕，反而安慰老仆说，只要天一亮，这些地方都会全部化作坟堆。就这样，两人跟一群二师兄凑合着睡了一宿。可天亮后，周围的一切并未发生变化，原来这家人并不是鬼。老夫人随即让下人把他们送去衙门，书生连忙哀求，如果送去衙门，一定会误了考期，表示他以为这是奸鬼屋，所以才会不小心冒犯到小姐。你身为读书人，应该知书明理，就算是鬼，也不应该胡来无理呀。老夫人见他有悔改之意，于是每人赏了顿皮鞭炒肉，便将二人连同行李全部丢出府外。老仆捡起掉落的护身符，劝书生还是带上为妙。你还没把这符给扔掉，怪不得我碰见的是人不是鬼。老仆害怕书生有个三长两短，便将护身符带到自己身上。就这样，两人一瘸一拐继续赶路。途经一处乱葬岗时，不小心双双落入水中，里面全是尸骨，吓得两人赶忙用出吃奶劲往上爬，疯了似的往前跑，结果又碰到一位樵夫，两人再次掉进水里。原来樵夫家住附近，靠卖柴为生。在确定樵夫不是鬼后，书生拎着2只螃蟹来到樵夫家中，刚进门就看到了漂亮姐姐，书生再次口水直流，转头又看到了妹妹，书生瞬间运行8核 CPU， 脑海中肆意歪歪着姐妹花。入夜后，恐怖的一幕发生了，女鬼走进书生房间，邀请他去姐姐房间整花活。书生听后心中大喜，难道是去搓麻将？随后便被女鬼带进房间内，果然如他心中所想，姐姐已经等候多时。到了半夜，老仆发现书生床上空无一人，担心隔壁母猪出事的他，急忙穿上衣服出去寻找。老仆来到窗外后，听到屋内传来噗呲噗呲的怪声，当即捅破窗户纸，想要看个清楚。只见书生躺在床上瞪大双眼，2只女鬼正在啃食他的血肉。老仆瞬间被吓成斗鸡眼，女鬼吃完夜宵露出满意的眼神。这时樵夫伸着3米长的指甲朝他对了过来，还好老仆有些身法，这才躲过致命一击。就在老仆以为安全时，樵夫再次追了过来，随后2只女鬼也冲进屋内，老仆逃出屋外，躲在大树后面，最后还是被发现。就在樵夫冲过来时，老仆顺手捡起树杈刺向樵夫，樵夫就这样被草率地干掉了。刚转身发现女鬼站在身后，老仆连忙躲开，却被另一只用指甲插进胸口。他又拿起一根木棍将指甲打断，这才躲过一劫。老仆在前面跑，女鬼在后面追。突然老仆脚底一滑，摔倒在地，眼瞅就要被女鬼抓到。这时传来一阵鸡叫声，女鬼这才缓缓离去。老仆总算捡回一条老命。他准备查看伤口时，却发现是护身符救了他一命。原来是这道符救了我，要不然那个女僵尸的指甲就把我给插死了。好在老天爷搭救。这时地上升起一阵白烟，昨晚的房屋尽数变成荒地一片。
原地只剩下书生的尸体。电影结束。